在2024年，我们临时参与了1年1度的 Wire Force 电竞嘉年华。我们用了过去呢帮澳门 Apex 大赛所打造的1:1抽奖机器人进行改造，最终呢我们在 Wire Force 获得了电脑改造大赛的冠军。我觉得有时候做一件事情，它不该为了什么。过去呢，我得了不少大大小小的相关手作奖项哦。其实坦白说，我这些奖项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效益，更多的反而是这个过程中的情绪价值以及成就感，还有对于这个活动的喜爱。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我是王小杰。我觉得呢，去年的这个作品虽然说我个人是蛮满意的啊，但是我就觉得它好像没有这么的完整，毕竟它是用现有的作品下去做一个改造的，没有一种从零到有的感觉。没错，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从无到有的打造我们今年要参加 Wire Force 电竞嘉年华电脑主机大赛的作品。好啦，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今天这个搞纲的计划吧。我们 Let go。好了，那既然要从零打造一台电竞主机啊，总要有一个主题对吧？没错，我们这次的主题呢，就是初音未来。其实最早的初音呢是由日本的 Capital Future Media 公司取得雅马哈的 Vocaloid 2技术授权所开发的音乐创作软体，而初音呢就是这个软体的形象角色，所以在最早的初音呢，并不是一个动漫角色，更多人呢把它视为成软体。那发展之间呢，初音成为了虚拟偶像，甚至有了游戏相关动画，才慢慢的变成2次元角色。而初音本身呢，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个性或是造型，而是由音乐家创作者去赋予给它的。从各种年纪的初音到各种个性造型，都是千变万化的。那这边我们工作室呢来了一位短期的新伙伴，来自雷神艺术工作室的凯越，来我这边做一个实习跟见习啦。对，那他其实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建模师了，与其说是来我这边实习，大部分我觉得是一种互相学习吧。那毕竟我跟凯越呢也同为初音粉啊，我希望可以打造一个缺一不可属于我们两个心目中那个初音的样子啊。于是呢，我们利用2个礼拜的时间设计，最终的主题呢，我们定为进化论。对我们来说呢，初音这个角色最早就是由软体慢慢的转变成现在一个有形体、有形象的这个过程。我真的是不知道画3D 这么强的人，为什么2D 可以画成这样子而过程这件事呢，也是往往会被人忽略的。哇，身为手作频道的我，这种感觉真的是再真实不过了。所以我们最终呢决定融合 Cyberpunk 生物科技的元素来诠释这一次的主题。我们会用大量的机甲零件、电脑硬体等，就像在打造一台机器人的过程概念是差不多的，却全是软体演变成硬体的这个主轴。好，那我们这次要打造这台初音主机，它的大小大概会落在夸张的200公分。对，不是我们不按照那个原厂1:1的设定的，因为毕竟初音它的设定本来就是个小女孩，我们很难把那个电脑的硬体零件放进她的身体，而且做起来我觉得也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个气势啦。好了，关于这台主机的设定呢，我觉得还有相当多的细节，没关系，我们接下来就边做再来边解释给各位听，我们就开工吧，各位 ，Go Go！恭喜各位！那现在的时间呢？是9月中啊，距离这个 Wire Force 大概还有2个月的时间哦。那这边我稍微解释一下啊，通常我做这种无中生有的作品哦，我都会先从我觉得最难或是最有可能落赛的这些结构开始去实验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处理的东西呢，就是这个整个初音主机的主架构，也就是底座跟那个中间主架构的部分，我们要先把它做出来，才有办法去判断说我们把其他零件装上去的时候，这个结构有办法支撑整体的重量。那我们这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台中一间专门雷切的台华精器。那我们之前呢，常常配合那个雷切好伙伴啊，他们的公司最近在做设备的养护啊，所以我特别拜托这个台华精器这边帮我们处理这个急件的，也非常感谢台华精器的经理，因为台华精器的经理刚好是我们的观众，感谢感谢。好，那台华精器这边呢，除了做一些钣金件的相关工程，像是折床啊、焊接啊、喷砂啊、粉烤等等的服务。如果你有客制化的产品，或是想要量产的钣金结构，那欢迎找我们的这个台华精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拜托我们的台华精器把这个钣金结构把它切完，我们就可以回去工作室做下一个步骤了。我们 Go Go！所以我可以下去，不知道是要怎么。
哇，各位，这真的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打造一个这么喜欢的2次元作品了。你知道我早上去拿3D 列印件的时候，真的是有一度看到自己女儿出生，感觉有点想哭，怎么样？爽吧？很久没有做自己的作品了，对不对？以前都做客户的，做到都没有感觉了。对，那这边呢，我也感谢我们的好伙伴宇耀科技，在第一时间帮我列印的这些东西，让我可以完整的去比对整个比例。对，那一直以来都有观众密我说，小杰能不能帮我列印？不是我不帮你们，是我真的很忙，然后我机台也没这么多。如果有需要代印的朋友们，请直接找我们的宇耀科技，基本的 FDM 啊、DLP 啊这些工业级的这些光固化列印，甚至是台湾少数可以印尼龙的设备。他们都有，所以要代印直接找宇耀科技。OK， 凯越到这边呢，基本上就告一个段落了，因为现在是10月了，距离他要实习的结束的时间也差不多了。这阵子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接下来就看我表演了，我们就继续做下去吧。Go！ 你们以为这样已经很多了吗？没有，这些只有1/3而已。打开空压机，这个现在很害怕，对不对？恭喜各位，今天是10月17号，我们又回到了凯越的娘家雷神艺术工作室。对，我们来拿第2批料。那这一批呢，有头发。还有胸口的盔甲、背后的裂甲，这些东西运回台中，然后看看28号有没有办法做上色，这是我期望的，就是我的排程上是这样子。好了，我们就回台中吧。你可以跟我一起回去吗？老板，阿亮可以。我上个这里就是为了要防止这种。好了，那我跟张黎回台中了。哇，各位，地上这些呢，就是我们初音主机最后一批的3D 列印件。地上这些呢，总共有52件，加上我们前面那些列印件呢，大概有80几件，也是小杰我频道有史以来最多列印件的作品。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行第一次的上半身的甲组，我们要确认这些3D 列印有没有问题以外呢，也要来确认一下这些主机板啊，还有这些显卡支架有没有干涉，然后再进行下一步这些固定件的设计，大致上就会这样子啊。好，那我们就开始甲组吧 ，Go Go！哇，这个真的是超级帅哦！这个鸡皮啊，这个干掉满地。好，总而言之呢，也各位不要误会，我们是很有钱，是很爱赌啊。对，基本上你们刚看到这些橘色的列印件，都是我们稍早用我们自家 FDM 所印出来的列印件。我们会先进行比对之后，再把这些图送出去外面给那些有工业级 SLA 的朋友们去把它列印出这个正式的物件啊！真的是。好赞！好，那这边有几个巧思呢，跟各位介绍一下。毕竟这是台初音的那个电竞主机，所以到时候我们还是要把这个主机板镶进去里面嘛。所以说呢，要拉线这个同时呢，这个卡路一定会很慢。所以说呢，我们做这些磁吸的这些结构。当我们把所有的这个电路线全部弄完之后呢，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个盔甲给它拼回去。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巧思，是不是很赞？好，那现在呢，要到了本企划最难的环节，那就是把里面的这个主机板的支架给做出来。虽然说在3D 图上面模拟起来都很美好，但是现实你们知道还是会有落差的。总而言之，如果有问题的话，要么就是修3D 列印件，要么就是修我们的固定架。其实就是这样子啊。接下来还有很多未知的挑战，我们就继续做下去吧 ，Go Go！ 那做到这里了，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猜到我们接下来要使用什么电脑硬体。没错，那就是 ROG 和初音未来联名系列周边硬体。这边我有一个部分呢，要跟各位说明一下哦。其实最早我们开始有这样子的想法，要达到这个主机的时候，
我们是拿着我们的设计图上去跟华硕提案的，然后没想到呢，我们就有这么一拍即合了。不然我说真的啦，一开始我的打算真的就是把我这台 Apex 的电脑给拆了，想尽办法呢也要把这个作品给它完成哦。那这边呢，我也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这一次 ROG 跟这个初音联名的产品哦，真的是相当的用心，从包装到内容物，甚至连周边小卡、说明书，满满的细节，我真的没有看过一个厂牌是如此用心的跟一个 IP 做联名，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他们细到就是不止初音的主视觉，连整个零件上面的一些小细节都做了那个8P特别去做那些图案，让整体的这个硬体设备有一种好像在主机板上面，在硬体零件上面开演唱会的感觉。其实，身为初音粉的我，当时开箱的时候真的是相当的感动，真的不是我在吹，这次的联名商品真的是做的太赞了。除了这些设计以外呢，这次联名的产品规格也给的相当的有水准。主板呢采用 ROG Strix X870E-H Gaming WiFi 7，不只有均衡的高性能，还有超高扩充兼容性，搭配上优异的高品质零件，不管是游戏、AI 运算、剪辑，都是一张进可攻、退可守的主机板啊。后呢更是搭配了相当顶级的1200瓦 ROG 索尔3白金电源，采用了 G-MOSFET， 提供比传统 MOSFET 高出30%的效率。外观呢还夸张的搭配一个 OLED， 让整体的外观更显得赏心悦目。那再来就是一个我相当头痛的零件，也就是这一次联名的 ROG Aaso RTX5080的显卡。那同样的 ROG 采用了招牌式风扇设计哦，同样使用自家最自豪的专利均温板设计，整体呢也采用了强度与散热兼顾的金属框架背板，也同样的维持高品质零件，提供最稳定且最有实力的超频效能。那为什么说这一张显卡我又爱又恨呢？主要是因为这张显卡第一它是式风扇，也就是它有双面的设计，我要想办法去克服，让两面都可以让人家看到这次在 ROG 非常用心的设计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正式的进入我们要来做这个初音造型主机的主架构的部分了，我们就开始吧 ，Go Go！好了，那各位应该很疑惑，初音这个小小的身体里面要怎么把全部的电脑零件给塞进去呢？没错，这就是我们的方案。对，我们把显示卡、Power 还有冷台放在后面，做出一个这个翅膀的造型。我们待会会把这些板件拿下来去做粉底烤漆，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进行我们上色环节。赶工！有没有点好奇这80件东西到底要怎么喷？首先我们要先做这个好用的固定架，想办法让它拿着有办法好喷。这就是喷漆有效率的关键。我们用这个 PVC 管下去做，然后到时候我喷完就可以插着，不怕它倒下来。然后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拆掉，单独喷背面就可以了。就是这样。各位不夸张我居然烧档了我进出出，每天至少要100多次。我靠，我现在该逼超痛的，那2块肉这样一直在那边摩擦，竟然这是我第一次在室内居然可以烧档哇，我真的是有点太高估自己了，80几件一个人磨，哇，真的是老了，没有这么热情了。对，这边感谢我2位观众的支援，我有付薪水，那一位是我以前大学学弟，超好笑的。对，感谢他们的支援，我希望这几天就可以把它磨完，然后赶紧上色，不然会来不及。感谢大家，一起加油！
这个裤子，哦，这个波头的裤子，哦，筋很软哦。哦，天哪，各位，你们一定觉得我画面很少，是不是都不是我在磨？其实不是，因为我早上要忙其他的事情，剪片啊，还有一些业务作业，所以我都是干晚上。现在是半夜的3点多。哎，哈？怎么了？大家好，我是初一。我操，各位，头发夹组上去了，超夸张的，200公分啊，好帅，赞啦！有 ，Let's go， 处理啊！哇 ，OK， 哎，特服小迪，对，我觉得。我真的快气笑了。总而言之呢，我这次特别请他们从台北下来帮我。那因为大家都看过我彩绘做那些涂装了嘛，其实小杰我强项是机甲类跟旧化的东西，但人像类的我偏弱，所以我这次想说，找资源，然后大家都是这样的，大家都是腮胡，我们来碰撞一下。耶，老大需要帮忙，我们二话不说直接冲下来，咱们真的冲下来。好，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上色环节吧。Let's go。对。那我自己的话，就我们先把针，然后这一罐为什么？我会把它不要做，这样可以吗？然后里面这个要把，OK， 咱们俩呢都身为摩多的大户啊，对我们今天这一支。所以应该是全部都会用摩多的系统把它完成，因为他们的选择性多，然后漆料也稳定。我是用了这么多年，台湾品质棒棒啊！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天会用很多颜色，然后尽可能去把这一支初音的这个层次给它做出来。好，那我们准备前往纹身吧，处理。我手上这个各位没看过吧？这个是我拜托摩多他们帮我调的初音绿的1公斤的料，超大瓶的。背面完全是没有遮蔽，所以我现在可以。这个套啥？当一个人有坚持、有执着的时候，那是非常棒的事情。但如果3个人都有坚持的话，干，那是一件非常折磨的事情。现在我们就是彼此都在搞自己，然后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技术弄到很卷这样子。哎喂，我现在是晚上1点，现在是10月29号晚上1点半。对，然后我们已经把大部分的销光都做完了，然后还有一些配件都把底色弄得差不多了，然后辛苦2位兄弟了。对，再次感谢特服还有小迪。对，然后他们明天还有工作，所以他先回台北。接下来
的细节，就我自己收尾了，再次感谢，加油，感谢。很棒的。哇，天哪，各位，现在是10月30号凌晨5点钟，然后我们现在出了一个超级大包，因为我第一次用这种变色龙的材料，但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漆吃不住我们这个底。我在想，可能是底出问题了，因为我是第一次使用这一家的中途，所以有可能2个漆料造成排斥。对啊，这真的是预料之外。我做企划到现在，在喷漆的环节中从来没遇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明天只能一早去文盛，然后用香蕉水把它整只洗掉，再重来。真的发烧了啊！一切都要进入结尾阶段了，终究人生还是困难模式啊！哎，真的是老了，没有办法像之前那么拼了啊！OK， 我们总算把这个变色龙的这个漆料给搞定了，就是一些喷涂上面的技巧调整就搞定了。好，那我这边呢，快速来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要用的这个我最近爱不释手的摩多的水性涂料。那水性涂料这种东西呢，你们不要再觉得是模型爱好者的专利了，只有模型爱好者可以购买。No， 我跟你讲，这个涂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进阶版的水彩、压刻颜料或是广告颜料。对，小朋友如果要买这个漆料去使用，它是非常安全的。或者是说你们家里住公寓，不适合用那种臭臭的油性漆，这个我就超级推荐，不管是涂在灯笼上啊，或是布鞋上啊，或是水壶上，都是轻而易举的。只要这样子打开，画笔拿来就可以直接涂，而且涂完它还自带防水。那除了防水以外呢，各位 cosplay 爱好者有福了，我们在做那个 cosplay 的道具，常常会使用一种材料叫做泡棉板 EVA 板，对，它会有弹性。那传统的不管是水性漆还是硝基漆，它都不具有弹性，就是你只要折到一个极限之后，那个漆边就会破掉裂掉。摩多的这一款水性漆没有这个问题，它干掉还会自带超级好的弹性，而且除了一般的基本色以外，它还有金属色，所以要做盔甲、要做刀刃的，就可以很好的用这个颜料表现，这真的是革命性的产品呐！好了，总而言之呢，我们现在就是要用这个水性涂料去做这个翅膀上的细节，因为我们下面上的是油性漆，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油性上面涂这个水性漆，就不怕把下面这个漆给咬起来。万一如果我不小心涂超出去了，只要用这个稀释剂稍微把那个边边修整一下，就可以很完美的，就是一个小配包啦。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把这个细节给搞定，就继续做下去吧 ，Go Go！好，那今天是11月5号，距离 Wire Force 呢，就是下礼拜的倒数不到10天，我们就把整台电脑正式的进入我们的组装环节吧。我们开工吧 ，Go Go！接下来就是硬体设备正式定位的环节了。这时候呢，我们要将所有的硬体设备设定完成。那这次呢，我们的 CPU 是采用非常受欢迎的 AMD Ryzen 9800X3D 配备8核心16执行序，采用了 Zen 5的架构，针对提升游戏效能、降低延迟，并支援完整的超频。那 CPU 之上呢，就是本次 ROG 联名产品中我最喜欢的一个部分，那就是 ROG 龙王4代一体式水冷散热器了。配备了超浮夸6.6寸 2K 曲面萤幕，以及一体式的 ARGB 风扇，更强的水棒提供更强的散热。那记忆体的部分呢，当然是选择有终身保护的金士顿 Fury Beats DDR5 超高6800速度，支援 AMD Expo 与 Intel XMP， 还搭配了红外线同步灯效色彩，让灯光的变化完美一致。SSD 呢，则同样的搭配金士顿 KC3000 7000的读取速率，以及石墨烯铝合金散热，不管是在游戏上或是在剪辑上，都能带来绝佳的传输体验以及更稳定的工作温度。
可以，很好啊。哎，你们以为要结束了吗？当然是还没。黄小杰的影片呢，怎么可以没有会发光的东西呢？那在我右手边这个呢？哎，这个叫做冷光条，比 LED 稍微再弱一点，因为我不想要让这个亮度抢掉这个手臂的细节，所以待会我们会在这个手臂这个缝隙中把这个嵌入上去。好了，那我们就最后的电路系统准备完美的收工吧 ，Go Go！黄小杰的作品怎么可以没有 RGB 呢？对不对？完美，完美。这边呢，我就来跟各位解释一个我们最后的设计理念，也就是后面这个类似翅膀的裂甲的部分。我们后面呢，主要是想要营造出一个类似90年代那种机械动漫风，帅中又带点不合理的感觉的那种机械结构，不知道从哪里炸出来的裂甲。对，所以我们这边还是有做一个小小的铠甲，让它跟身体有点呼应。打开之后呢，全部的裂甲冲出来。我觉得这个部分可以留着让各位想象，它毕竟在进化嘛，所以你也把它想象成是它需要大量的硬体设备灌入它的身体。我觉得这个就让各位去想象啊。但是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它并不是翅膀，它对我来说它还是一个铠甲的部分。我们还是想要营造出这个东西如果全部收进去的时候，这个翅膀会整个降下来，变成一个类似披风的感觉。大致上是这样。下礼拜就是 Wire Force 了，哇，好紧张，我们搞不好。哎，我不得不说，虽然说这一次我们打造的是电竞主机壳啊，但是来都来了吗？还是来介绍一下本次的联名主机壳 ROG 太阳神2代。前面一路眼帘呢，就是一个超大的初音主视觉，搭配上透明亚克力的造型，相当的通透有质感。上面还相当用心做了类似编织带的电绣，让整体呢多了一点柔美的感觉。超大的内置空间呢，以及铝制的机壳、三面玻璃的设计，不管是你还是你的老婆们，都有最佳的视觉体验。最后呢，就是27寸的 QHD 电竞萤幕，萤幕后方呢采用了一个初音粉绿的配色，搭配上大大的信仰之眼，相当的有魄力啊。3轴调整支架呢也支援直立使用，底座还融入了初音领带的设计，真的是相当的可爱，绝对呢会是一个里外兼得的电竞萤幕啊。哇，各位，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这2个月是怎么活过来的。现在的时间呢是11月11号，我们明天就是 Wire Force 电脑主义大赛的布展日。对，那最后呢，我想要来跟各位聊聊我们在整个初音配色上的细节。它是有故事的。首先呢，你们也可以看到底下我们是用一个镜面的这个台面，我主要是想要营造出一个很像在培养液里面那种水面反光的那种感觉。那二来是我也想让一些绅士们了解一下我们这个下面做了多多的细节，细节，绅士们都懂。对，那另外呢，在配色的部分呢，我们真的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大家也看到我们中间就是真的是整死我们这个变色龙涂料。
料。这个变色龙涂料它非常的昂贵，它是汽车用的，小小一罐就要1万多块。这种变色龙的涂料呢是模型漆做不到，这个是汽车专用涂料，因为它的金粉是比较粗的粒子，所以模型漆它比较没有办法呈现这样的质感。那为什么我们要用这种变色龙涂料？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一次的它的故事是一个演变，是一个进化论。所以除了头发初音本人它的已经有一个设定值以外，他的身体是还在设定中的，就像每一个二创初音的角色作品造型都是属于这些创作者跟设计师的。所以说，我们用变色龙的方式，让每一个角度看起来颜色都不太一样，来去诠释我们这个在进化的过程。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是留给大家去想象，所以我们才坚持做这样子的涂料。那这次整体 LED 的布局呢，我就没有使用太多的光污染，因为我觉得它本身我们已经做的超级有层次了，包括这个手臂上面的冷光条，我们都是故意选择那个亮度比较弱的，让整体的质感表现的比较好。那我们这一次还有很多地方是故意去调这种金属绿，就是为了要呼应这一次这个 ROG 联名的这个他们自己调的金属质感的一个初音绿的表现，像这个生物科技的结构啊，跟这个地方我们就会做一点这个绿，去跟 ROG 这次的联名的产品去做一个呼应，大致上就是这样了。这个真的是我2025年的巅峰之作，我真的觉得可能短期内没有办法再做出更棒的电竞产品了。我希望这个作品它可以真的让世界看到台湾。我敢说，这是目前我心目中最屌的电竞主机。那另外呢，就是在11月13号到16号 Wire Force 的展期，基本上这个作品会出现在 BYOC 里面，也会在周末在这个 ROG 的摊位进行正式展出。我希望看到这支影片的人，你们一定要来，因为这很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公开亮相，就是我电竞的产品了。我只能说，可能是最后一舞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未来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跟预算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坦白跟各位说，我们自掏腰包非常多钱，才有办法达到这样的结果。希望大家会喜欢。那最后的最后，我这边还是要不免俗的来讲一下这个作品呢，完完全全是我跟凯越的原创，并没有抄袭这个初音过去任何一个设计师的作品。那所有的相关的规范完全符合 Capital Future Media 所有的二创规范，所以请各位放心。我真的是有时候会被这个事情搞到有点心慌慌的，但我们这一次真的是用尽全力了啦。对，那也在华硕的监督下呢，我们完整的完成这一次的任务了。好了，我很期待在 Wire Force 跟各位见面。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打造这个初音的主机了，相信各位应该看得很过瘾啊！我这几天真的是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好了，那如果喜欢今天影片，就有本来就分享，我们就 Wire Force 见，拜喽！